哎，师哥，你看他的眼神，特别像那个一个情窦初开，捧着一颗真心，想要交换他们对你的依赖。你这个比喻挺好的，他们确实比我们简单。你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爱，他们就不会抛弃你，也不会离开你。人也可以这样的。我相信。对了，上次把你的发带弄脏了，我买了个新的给啊，你。真好看。你帮我系上吧，师哥。这怎么戴啊？是往这戴呀。往这儿系啊。这不好看，不行，太热了。算了，你系胳膊上吧。师哥，你有没有想过再出国？其实我一直都挺怀念当时我们在国外的那段日子的。国内的人事关系太复杂了，我感觉你回到国内以后跟在国外都不一样了，你对我不亲切了。小明，我是个结了婚的人，我不能给你想象空间。那你在国外为什么对我表现得那么依赖呢？是我给你烧水做饭，也是我陪你一起上课的，还有，咱们俩聊的那些专业知识，你跟嫂子能聊吗？小梅，我们都是成年人，你是我很喜欢的小师妹，但如果让你误会了，我道歉。你知道吗，师哥，有段时间我常常告诫自己，你就是我遇到的一个朋友，一个知己。我想骗自己，让自己彻底死了心。可是你的一举一动，明明真的都是在告诉我你喜欢我的。人多美，他就是比我幸运。我觉得我才是最懂你的那个人。婚姻算什么呢？它不过就是在你觉得你最想结婚的那个时刻，你觉得这个女人最适合一起生活。可是人活一辈子，就只为了适合吗？多美啊！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年轻、娇小懂事，那不适合动手啊？为什么？你想啊，入侵者一副岁月静好，安安静静地站在男人身边，原配张牙舞爪、歇斯底里地出现在面前，这不是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吗？那不行啊！我来就是为了给那个女的一巴掌的。不过，出轨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多美姐，张伟成那巴掌你得自己打啊！我需要你们去帮我劝退他。劝退？怎么劝？苦情戏还是强行拆散？强行拆散也不合适。强行拆散啊，会让男人有逆反心理，会觉得那个小三儿更加珍惜。没听说过吗？有阻力的爱情会让两个人抱得更紧。所以，要不咱今天先不见？啊？今天不去，早晚也得面对啊。而且张伟成没那么傻，着急的是周明。我需要你们去给他讲讲道理。讲道理不太适合我吧？低段位操控的是数据，高段位操控的是情绪，是这样吧？那一会儿是你一个人进去啊，还是我们跟你一起啊？一起去吧，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嗯。我怎么有点紧张啊？还有我们雷总会紧张的事儿，还有点兴奋。你好，有人吗？你好。你好，
我们想救助些小动物，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可以啊，太感谢小姐姐们的爱心了，走吧。师哥，我知道你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人，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知道你对我一定有感觉。你会带着别人一起来这儿吗？这不是暗示吗？是我理解错了吗？你会跟别人一起谈你的心事吗？你不会，你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放松的。师哥，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呢？老婆，你怎么来了？关爱流浪小动物嘛，人人有责。你们跟张先生都认识？认识，这是他老婆。哦，你们聊着，我先忙了。老婆，你不是对猫狗过敏吗？我们回家吧。姐夫，猫狗有什么过敏的？你刚刚看到那个管理员的状态了吗？拈花惹草才让人过敏吧？老公，对不起啊，你那么喜欢小动物，却因为我过敏，这些年委屈你了。老婆，你说什么呢？只不过是猫狗，不养也就不养了。师哥也真的是挺可怜的，狗养不了，养的人倒是比狗跟得紧多了。周敏，你凭什么打人？还差你一巴掌呢！有你什么事儿呢？那你凭什么亲别人的老公？我不打你，但你亲别人的老公，就是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麻烦，而刚才那巴掌，就是你给伟成带来的麻烦。周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啊，我这个人虽然对狗过敏，但是我不怕狗。之前是我过于体面，所以放任了你对我们家老公抱有幻想，也放任了我老公没有注意好分寸，没有管好他，是我的不对。老婆，我们回去吧。回啊！不过回家之前，我希望你先能够回答我一个问题。多美，就一个，你当着我朋友还有周小姐的面回答我。你问。老公，你觉得我的存在是阻碍你们之间幸福的绊脚石吗？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不是。回家。师哥，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根本配不上你。走吧。姐，你先跟姐夫回去。周小姐，我们来送。回去。放开我！你们要干嘛？打你干嘛？打！喂，我不会上当的。哟，刚才唧唧歪歪文艺的纯净范不演啦。我现在不打你，是不想让你被我们大卸八块之后，晚上梨花带雨的回去求师哥安慰。不好意思啊，周小姐，让你失望了。如果你们留下来就是为了替任多美出气，或者是讽刺挖苦，说，你没说完呢。你说你文能书画撩闲汉，武能劈腿纳渣男，这么有能耐当什么医生啊？你说你妈供你上医科大学容易吗？这么难学都学出来了，干嘛出来做这么不要脸的事啊？我怎么不要脸了？你告诉我是杀人放火了吗？我能动手了吗？不能。对，我能把自己打进
周小姐，咱们做人呢，能不能有一点底线啊？一定要杀人放火才是不要脸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是那种真善美的化身，解救张医生无爱家庭的一剂良药？你错了。对，我承认这个姐夫我自己都看不惯，但是我姐不愿意放手，我也没有办法。但不管他是哪种人渣，都不代表你能抢。而且你有知识有文化，你把这些力气发在事业上不好吗？哦，所以你们是想劝服我？不，我就想打你。打呀，来！劝你会听吗？不听。所以我不会劝你。我只是想告诉你，家庭主妇不是你想的那样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你的工作是可以量化的，但是家庭主妇的不是。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一点不比我们上班族少，更不比我们傻。聊聊吧，聊清楚了，再看看能不能回家。疼吗？别怪我啊，不这样，大家都记不住。多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生气。我刚才有发火吗？我觉得我挺平静的。我真的是去救助流浪动物，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亲我，但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主动的。有时候，给小姑娘暧昧的信号，男人也不需要动手动脚，暗示就够。我和他暗示什么了？你大周末的不在家，跟他出现在那个地方，我打你这巴掌，不冤。是，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够好，我道歉。像这样的道歉，我根本就不想听。我希望以后啊，再也不要听到。周敏她喜欢我，但我根本就不喜欢她，可能是我拒绝的不够彻底，让她误会了。可拒绝就是拒绝，迎合就是迎合，在感情的事情里面，不能拒绝的不彻底。那你想我怎么做？要么你调科室，要么他调，你选。多美，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咄咄逼人？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去救助流浪动物？我现在每天回家，一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你每天工作很忙，我有很大的压力。你之前都会听我倾诉，现在呢，我都不知道和谁去说。多美，我真的很爱你，也很在乎你。但是没有你的家，我真的觉得很害怕。那你以前工作的时候，这个家里每天也没有你，我也从来没有害怕过一个人在家呀。可是这不一样啊！我们之前都说好了，我给你开工资，你做全职的家庭主妇，每天舒舒服服的，我们各司其职，这么多年，难道不和谐吗？伟晨，我说那叫工资，是自嘲；可你说那叫工资，那就是侮辱了。你知道吗？她每天早上要比她老公早起2个小时，除了给她老公做早餐以外，还要准备2身风格完全不同的衣服，烫好之后放到她老公床头。如果她想煲一份汤的话，可能会花4、5个小时。在这中间还要整理家务、打扫卫生。她从来不会蓬头垢面的在家里面，她穿的家居服或者是睡衣，都是在商场里边花4、5个小时甄选来的。在我们看来，这可能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输给我们这样的女人，更或者说，他们怕花错1分钱。没孩子的时候，他们要照顾双方的父母，还有自己的老公。有了孩子之后呢，他们要带孩子去早教，孩子上学之后还要陪着去各种各样的辅导班。
家庭主妇的工作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只会越来越多。我可不行。世界上有这样的工作吗？全年无休996，事无巨细，随叫随到。要是你们单位工作是这样的节奏，你会不会辞职啊？可是老婆，我这个做医生的，每天也有4、5台手术，有些时候我都站得不想说话了，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呀。那你累得都不想说话了，还和周敏去扯线票，你是故意在找我麻烦吗？让我来跟你说说我的工作吧。我们家里每周4个花瓶里的插花都要换，从花店和花卉市场买的差价有多少？空调、纱窗、抽油烟机，多长时间清洗一次？净水壶里的滤芯多久换一次？空气净化器的滤网多久清洗一次？床单被罩多久换一次？羊毛地毯每天都要洗。电饭锅里的米饭永远是热的，酒坛子里永远都泡好了你喜欢喝的杨梅酒。你每天下班回家吃的面条里的鸡蛋，都是我特意托妈从乡下里换来的土鸡蛋。喂，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呀？我给伟成打电话，他也不接，饭都快做好了。好妈，我们这就回去。快点啊！嗯，好，待会儿见。什么情况啊？我跟妈说了，咱们今天回家吃饭。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吗？周小姐，你的工作他不会做，他的工作或许你会，但你愿意去吗？更或者说，你能坚持多久呢？你觉得张医生给他开工资是件挺可笑的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可笑。但是如果换成是你的话，就他开那点工资，你觉得可以扯平你为此放弃的事业、理想，更或者是我们口中的社会价值吗？我不知道。来，喝汤喝汤，天马挡身顿无体。多美啊，你们都2个星期没有回来吃饭了，妈妈看你都瘦了，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是啊妈，最近2头跑。谢谢。不过我真的瘦了吗？这样瘦了真好，还省得减肥了。哎呦，还减什么肥呀？你现在的事业刚刚走上道路，等稳定了，给咱们生一个大孙子。说漏嘴了。不过可别把伟成想的那样了，伟成毕竟是国外留学回来了，你要真怀孕了，他能不支持吗？妈，多美，你们在聊什么呢？哦，多美说你啊，不支持他的工作。看来多美说对了。多美，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想再瞒着爸妈了，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跟朋友一起开了个医美机构，是别人投资我来管理的那种，而且离家特别近。我一定可以做好，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好家里的。等开业之后，客源都稳定了，我就好好在家备孕，生个宝宝。多好的事情啊！女性走出舒适区，勇敢地走向社会，了不起。雨辰，妈咪呀都去看过了，那边服务特别到位。多美还说了，还有男士服务呢。妈，如果你们吃饭想聊这个话题的话，那我不吃了。喝汤啊！锅里还有很多啊。这个汤啊，我炖了好几个小时呢，味道不错。爸，今天汤味道特别好。是吧？你要是想喝汤啊，我给你。谢谢爸。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
我就不明白了，多米姐这么辛苦，为什么非要维系这段婚姻呢8方征战，辛苦换来的，哪那么容易放手啊？婚姻对于多美而言，就像我们在经营公司一样。举个例子吧，公司里面有唐总这样的人，你会因为有他一个，就放弃了这份工作吗？说的也是，见日绿茶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们也都是些个有本事的。男人的心哪儿软就往哪儿戳，也都是恋爱高手。但出过轨的男人，就像淹死过苍蝇的汤面，你要吃下去都得忍得住恶心。这形容也是绝了。但是张伟成没出轨啊？什么？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忙美容院的事儿，我也没心情去关注他。但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他回来发信息的时候，就总用手遮着那个屏幕，好像生怕我看见一样。但他平时可不是那样的，就好像摆明在告诉我说我手机有问题。还有吗？然后第二天他就非要主动送我去美容院，这一上车我也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了。这座椅我平时习惯的角度啊被人调过，而且应该是个女的，因为是往前推了。行车记录仪里边有什么吗？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充其量算是暧昧吧。那他这算什么呀？是想告诉你说，你老公我要出轨了，快来关注我，还是想让你吃醋？奇怪吧？不奇怪，幼稚。不过恭喜你没有被绿，来先喝一个。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既然老板出了新项目，我就加个班儿，研究研究吧。职场戏多也就算了，这两口子过日子戏还要这么足吗？真的是让我对婚姻又远了一步。那就算没有实质性出轨，周敏的存在是事实吧？是，但是不管是周敏蹦跶也好，还是他想跳出来也罢，都是因为他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得到张伟晨才会这样做的。而且你也看见了，我们撕了，优雅的撕了。其实对于婚姻而言，离婚很容易，守护才是最难的。我们都不如多美的，你应该好好学学。我不要，我才不学呢，太累了，搞我都不想结婚了。这个年头啊，小三是赶不尽杀不绝的。不想结婚就不结，没有人逼着你一定要结婚。雷总，你是不婚主义者吗？不是，只不过这些年征战职场，理性多过于感性罢了。可能没有了结婚的那种冲动吧，也可能是没有遇到让我冲动的人。哦吼，冲动想结婚的人就来喽。喂，忙完了吗？吃状况如何？我跟月泽在餐厅等着你们。这样，你把地点告诉我，我来接你。去干嘛呀？不，高旭不是这个意思。今天让你们过来呢，是因为给你们准备了特别爱吃的椒麻锅，加麻加辣，特别好吃哦。15分钟以后开锅，冷了就不好吃了。晚高峰哎。万事俱备，等您品鉴。OK。我怎么觉着这俩人有点八卦呀？就是啊，但是我觉得椒麻锅还是可以有的。那去，走。俩男人拼不过一盆椒麻锅。怎么只有锅呀？终于来了。哦，坐。哟，你们两个身上干干净净的，不像有打斗的痕迹呀。临阵脱逃了？开玩笑，我们把对方杀的那叫一个片甲不留，落花流水，逃出命运。真是高手过招，滴水不沾身啊！啊，累坏了吧？有没有受伤？给我看看。手放下。哦，原来是仨女的对付一女的，那对方肯定很惨。
要辣椒吗？多点，谢谢。我一直不太明白啊，这女人打架究竟是什么样的？拽头发、打耳光、踹肚子？哎呀，对呀，你还想听撕裙子、游街示众吗？我们仨就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是这样的。明白了，今天肯定是文斗，从气势上压过对方，以理服人，不愧是高级精英女性啊。听这话怎么那么不对意思呢？是不是因为板凳瓜子儿都准备好了，结果没吃到瓜，心里有点遗憾啊？椒麻锅嘛，不加麻加辣没劲儿啊！这可是没有人规定女人一定要为了男人就要不计形象呀。你看看你们两个一副吃瓜的样子，片面了啊！吃瓜是人类的本性，不允许男人吃瓜，就和不允许女人上桌一样，都是刻板印象，是不对的。怪不得呢，马路上那些围观打架的老头比老太多。我发誓，我今天完全没有吃瓜的心思，我就是关心你们，我怕你们冲动受伤了。谁信啊？这女人吃瓜一般呢都是因为有同理心，这男人吃瓜大多数是因为阿尔法基因在作祟。既然二位这么有精神的话，要不要说一下你们俩的情史啊？有没有被捉奸过？有没有被踢腿过？或者被别人劈？叶子啊，谈过几回恋爱呀？我的粥好了。你呢？等下。于菲菲，说具体的。除了这件事情目前的不良影响之外，其他的网站也在拉踩我们。有媒体曝光了我们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比如说物流丢失或者售后出现纠纷没有专人专线妥善处理。网站的后台留言没有任何的人工介入，全是电脑统一的应答模式。还有网友戏称我们是墓园式客服。彼得，你不是告诉我，那个售后部门是你从网上招来的成熟部队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需要调查一下。现在调查还来得及吗？我看彼得总还是先搞好你的团队，让他们摘掉墓园式客服的帽子再说。我们这一批合作的这个商家特别多啊，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和商家一起去解决这个售后问题。我们就是平台方嘛，我们怎么能保证产品质量呢？再说这很多这头部的电商平台，它也不能监督所有商品的生产线呀，啊。其实刚才费维总也说了，根本就不是什么网名，就是对手公司花钱买的水军，纯粹的落井下石在黑我们呢。彼得总，我们已经把石头放到了人家手里，人家想什么时候砸就什么时候砸，难道我们要让人家赶尽杀绝吗？我的职业履历里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麻烦诸位不要让我丢了饭碗，行吗？雷总，你什么看法？我们当然不用去监督合作方的生产，但是对于投诉，必须第一时间重视起来。我的解决方案，首先，茶叶下架；其次，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次的销售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没有起到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并且要派一个公司高层郑重道歉。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对于这次产品的实际质量，我们是不知情的，完全是被蒙蔽的。我们跟消费者一样，是受害者。这种甩锅的做法，倒是跟当初的罗世辉如出一辙。没错，罗世辉的做法确实伤害了我们，但是对于当时的 PB， 却是最优方案。在我看来，这也是目前我们可以唯一选择的路。这不甩锅，想公司倒闭吗？可笑！之前雷总还说要等一等再发布，是有什么新的进展吗？这是茶厂的真实生产记录。哎，这什么呀？你们看。之前唐董和彼得总还说，这个茶叶品牌是优质国货，是首座茶品牌。这么看来，两位老板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真实的生产场地吧？没准儿唐董和彼得总也是被蒙蔽的呢。对啊，
我们也是被骗了呀。但是就算有这些照片，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撇清自己，因为会有人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所以需要菲菲总帮忙。是隐瞒还是销毁掉？都不是，是宣传它。宣传它？对，因为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另外几家平台也在销售这款茶叶，这是数据。这都是小平台啊！小平台有小平台的好呀，所以这些平台就会一起被关注，我们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靶子了。可以这么说。拉别人下水，我担心会被群起而攻之。负面新闻对于大平台来讲会是滑铁卢，但是对于小平台来讲也可能是活广告。实不相瞒，这几个平台里边的真实购买数据是我让人安排的。厉害！所以到时候这些消费者们就会跳出来同仇敌忾地指责这个无良品牌。我觉得菲菲总可以直接安排一个真实受害的消费者，然后把这些照片寄给他，让一次伪劣产品的销售事件变成一部悬疑大片。我明白了，所以大众会在整整1个月的时间里，在这位打假斗士的持续曝光中不断地发现真相。从一盒喝坏肚子的茶叶发现更多的受害者，再发现更多的受害平台，直到找到这家破工厂，然后利用猎奇心理，让大众被这个茶叶骗局带着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树立一个英雄，比打倒一群穷寇更吸睛。所以在1个月之后，大众所有的愤怒都会转向这个茶品牌，而彻底忘记我们。很精彩啊！就照着你说的来吧。彼得，这次这个事情啊，你必须负全责。接下来手头上目前你所有的工作还有项目，都移交给雷总，让他全权负责。你呀，就配合于菲菲把那个道歉信给写好，别再搞砸了。是，陆总。去查一下这个茶厂之前在我们这儿过审的时候用的是哪一家公司的照片。这可能有点困难，因为那照片一看就是随便找的。如果是网上下载的，那就更好搜了，一搜就能搜得到。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谁配合的陈彼得。我来查。这可不要于是大海捞针。心疼沈佳楠。真的？心疼我啊？我的小福尔摩斯审可以，放心。你处理一下售后吧，一单一单处理，需要我们负什么责任，我们就负什么责任。好的。于菲菲要找的那个打假英雄，该找谁呢？好，我有个人选。当初是你承诺借你的平台扶持品牌，然后给你2成干股，找人收购，我们才谈成了独家合作。你说现在怎么办？现在是你女朋友置我们于死地。我是我，他是他，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我们俩之间的合作。我是不会去找他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你连个女人都搞不定，我劝你就当个女人的狗就好，别搞什么事业。你闭嘴吧！我公司可以不做，但这个事情，我是绝对不可能找他帮忙的。友情饮水饱这种事儿，看看电视剧就算了。可是现实不是拍电视剧，人都是付出辛苦才能发财。你说你忍不了，干不下去，那你也别眼红，自己是 loser。
No sir。